環球大戰線，深入世界最前線。我是董金橋，向所有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問好，大家平安順心哦。也邀請大家呢，幫我們的頻道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我們現在正邁向這個20萬大關衝粉中。好，馬上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。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焦元廷，金橋好，大家好。第二位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健，金橋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。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，金橋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好，歡迎3位來賓加入到我們今天討論。那節目一開始呢，濃濃的軍武話題，馬上要來看2026年有一場重磅的軍武呢，這個演習現在正在展開，就是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哦。它從6月24號呢，會一路這個進行到7月31號，所以說比世界杯還要晚結束哦。那這一次呢，參加的陣容哦，雖然沒有世界杯那麼多，但是也不少啊，31個國家。然後呢，包含出動了40艘的水面艦、5艘的艦艇、上百架的軍機，還有超過25000名的官兵呢，一同來作用。那麼這一次這個擔任指揮的部分呢，也是非常的國際化。我們看到美國的海軍中將賈布隆呢，他是這個聯合部隊的指揮官。另外智利啊、日本啊，這個擔任副指揮官，加拿大來負責空中作戰，南韓這一次也很特別哦，他們扮演要職，擔任海軍部分哦，在海上作戰的指揮官，所以象徵的把這個各國指揮官、各個戰術項目的這個分散出去，讓美國還有這些盟友們的將領們來共同負責這樣的作業，也是現在整個環太平洋演習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，讓美軍跟其他的不同的體系來做一個磨合。那至於這場演習劍指的目標呢是誰呢？雖然這個裡面的頭賈布隆他強調，我們沒有針對特定的國家，也不會有這個特定嚇阻對象，但是大家都很清楚，劍指的對象不就是東方的那一條巨龍嘛？只是沒有講明而已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好，我們首先請教張教授，這一場演習讓這麼多的將領來共同領導不同的細項，我們怎麼來觀察這個美軍還有其他的這些裡面各種細項的運作？另外就是，如果真的不幸在西太平洋地區發生任何的風吹草動啦，小部分的區域衝突，那麼這套跨國體系現在練起來 OK， 但實際運作下來，你有觀察到什麼樣的利弊？我認為這個是要從很多方面來做切入，他們做分工，有空中的管制來分權負責，還有海上，甚至水下你要去管制，所以我就認為他們把這個多國的部隊，然後整合由美國當過總指揮官，然後下面讓其他的國家當個副指揮官，還有這個水面、空中等等，這個我認為是象徵性，而且這個演習是個驗證。那驗證的性質，看他們這樣子來做的話，可不可以推行得很順遂？但是我認為有好幾個問題要來做解決。第一個軍事文化，那我們從軍事文化來看。美國一向不管在1次大戰和2次大戰，都是美國來做總指揮，然後地面部隊、空中部隊也大概是以美國為主，其他的是屬於配合型。没錯，美國是主導型。你現在叫美國在某一個領域是由美國是配合型，其他的國家做主導型，美國的軍事文化能夠適應嗎？能夠聽從指揮嗎？所以我倒認為他們的協調性大於指揮性。是協調，我們要來協調。對，倒不是說他們由這個加拿大的或由韓國的這個指揮官來做指揮，我認為指揮上是一個形式上最重要的，他們是要去協調，是，不然你指揮他們能夠聽嗎？能夠是啊，有一個真正的共識，对，不同的語言，那默契也不一樣，因為每個軍種文化，各軍都不一樣，美國有美國的軍種文化，韓國軍種文化，加拿大有加拿大軍種文化，这個總共你也知道31個國家，那麼多的140架次的飛機。也包括了40艘的水面艦、5艘的水下的潛艦。那這個指揮起來，我認為現在美國已經建制完畢，是共同作戰圖像出來了。那共同作戰圖像出來了，他們在做這個分層負責來看。但是我們看呢，這個情報分享可不可以做得很好？我先從情報，那情報的都敵情分析，他們能不能之間這個各國之間能夠溝通，能夠共享這個戰區的軍事情報，可不可以？這個是最基本的，我們還沒有講後面還有複雜的。那這個情報如果能夠做完畢之後，緊接是2個問題的考驗：火力分配，你火力分配怎麼分配？是以自己當指揮官，自己國家的軍隊為火力分配的任務最重的人自己來吃嗎？還是以美軍？又不一樣了，可能美軍占比最大，結果是由你來指揮，
指揮得動嗎？火力分配你指揮得動嗎？問題就卡在這個地方，可能美軍是主體，你結果是別人在當指揮官，我認為是困難度的來了，還是要又走回協調性，而不是走向指揮性。是第三個，後勤很複雜的，各國的後勤。那現在我們現在聯合作戰指揮，這时候我們知道彈藥、火力，還有這些傷患後送，還有這些我們講到搶險救急、滅火等等。打仗都會來哦，我們演習好像這個四平八穩，沒有任何的這種燈光炮火、哦。那真正的作戰是這個樣啊、哦。那你要這個後勤怎麼樣去解決？我們講到後勤，只想到的是好像是修東西，醫療後勤呢，傷患後送呢，野戰醫院呢，這個都算後勤呢。補保運衛彈都是後勤啊，很複雜。所以我要認為美軍在做驗證是很簡單，真正實戰要打起來就沒有那麼情況就沒有那麼單純。最後一個我講。敵我識別，敵我識別不要造成誤擊，搞不好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真的，搞不清楚那個到底是我們的還是對方的、啊。那如果是我們誤判了，是我們的，結果對方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，結果我們被打了，那我們先把它消滅，結果自己人呢？敵我識別能不能達到他一個我們講到的共同的溝通管道，而不要造成誤擊事件，變成自己人打自己人。當然是聯盟作戰部隊，但是不同國家，結果這個自己打自己，造成戰力的這種損耗。波灣戰爭就有這個狀況。那所以我們來看，他這個在這個聯合作戰的這一次的海上聯合作戰的環太平洋軍演，我認為它是在驗證階段，倒沒有辦法到實踐，到這個實際上的運行的狀況。了解。好，這一次環太軍演啊，非常多的國家，3個國家，這麼多的單位，就像我們剛剛張教授講的，誤擊的事件啊。可能真的還是會發生的，這個不少見，包含這一次中東美軍也就有這個飛機被中東盟友給打下來嘛，對不對？那這場軍演的另一個重頭戲呢，就是這一次哦，他們要在太平洋海域連續3場實彈射擊，是真的要把船給打沉掉的哦。好，我們根據这個公布的資料來看，3艘列為這個靶船的退役軍艦，分別是2棲突擊艦貝里流號，還有神盾巡洋艦莫比爾灣號以及2棲的船塢運輸艦朱諾號。那這3個靶船對比的是誰呢？大家自己去細品哈。那在這一次呢，把這個昂貴的神盾巡洋艦給拉出來當做實彈擊沉目標，這就比較罕見了。因為近年我們在講美國的造船工業已經是非常的緊繃，量呢已經是非常的短缺了，結果要用實彈擊沉這樣靶船，還是不錯的靶船，然後這樣一個場面設計，酈將軍認為美軍想傳遞什麼訊息？環太軍演哈，難道是要對付外星人嗎？哦，大家不要以為我亂講。有一部電影拍的就是環太軍演期間哈，這個外星人入侵，然後聯合起來就共同來打外星人，這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曾經拍過的情節。那我們看一下哈，這次打的3艘靶船，它後面所代表的含義。第一艘哈，這個2棲突擊艦有將近4萬噸。那試問一下，在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哈，除了美國、日本以外，還有哪一個國家的艦艇有超過4萬噸以上的？那不就是中國大陸的山東、遼寧等航空母艦嗎？第二個，這個神盾級巡洋艦，那再試問一下，這個除了美國之外，包括日本、韓國都沒有超過1萬噸以上的巡洋艦，大概噸位數都超過1萬噸。那除了說中國的055大區之外，大概沒有這麼大的船。還有這個2棲船塢這個運輸艦哈，這個我們看到運輸艦，你就會聯想到這個中國大陸每次出來航母戰鬥群出來，一定有這個動91哈這個補給艦跟在旁邊。那很明顯的，這3艘這麼大的船，是不是就是代表這個解放軍一個航母戰鬥群？包括這個1艘航空母艦，然後1艘055大區哈，另外還有1艘這個補給艦。那很明顯的就是針對中國大陸的態勢非常的明顯，非常明白哈。那第二個，我認為這場環太軍演，那總共動員了31個國家，我想最後一個鏡頭我都可以預判得到是什麼鏡頭。他每一次演習都是最後那個鏡頭，就是美國的航空母艦走在中間，然後旁邊後面跟着大家排隊的各國的艦艇啊，跟在旁邊40艘船跟在旁邊，然後天空中有一架美國，中間的是美國的一架這個預警機啊，飛機個子最大，飛在中間，然後旁邊1排2排的戰鬥機跟在旁邊，這樣從空中擺拍的一個場合飛過去哈。
這很明顯就是一場作秀的場合了哈。大家也不要把它當作太認真。為什麼我講說它作秀的場合呢？我們講說這31個國家海軍作戰哈，如果說把它比照成球類比賽，你知道像什麼球嗎？就像是現在世界杯的足球比賽，對不對？好，你看一場海戰裡面，一定有這個制空作戰的，有這個水面作戰的，有反潛作戰，也有護衛的，也有電子偵察的，分工很細，才能夠組成一個整體的戰力。那足球比賽不就是這個樣子嗎？足球比賽我們看到有前鋒，這邊有後衛，對不對？後面還有守門員。那你說這31個國家，我們看這31個國家，不說我不否認，可能就像一個足球隊裡面。你有梅西，對不對？有 C 羅當前鋒，可是你的後衛是業餘的足球隊的隊員當後衛，那守門員是小學足球隊的代表在當守門員。那你想想看，這樣子組成的一個球隊，你怎麼去參加世界杯？就算是你碰到世界杯裡面這個第2輪就被淘汰的國家哈，可能你都踢不贏。就算你有 C 羅，你也踢不贏。那這次環太演習不就是像這個情形嗎？雖然說有美國很強的這艦隊哈，日本的海上艦隊也不過，可是你其他包括紐西蘭這些菲律賓這些參演國家來講的話，它海軍不是那麼強。你怎麼可以你如何去組織一個這種共同力量？你最起碼我們講打群架哈，大家這個實力都要差不多在蓋等，你才可以發揮團體的力量。如果你單獨1-2個明星球員，你是沒有辦法打贏這場戰。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之下，哈，這個我覺得作秀成分巨大。那第2個還有一種目的，就是賣武器。這次我們看到韓國去展示它的這種驅逐艦哈，這個大王級的，它是不是有可能要向澳洲來這個推銷它的軍艦或推銷它的武器？我覺得當然美國是不是也要向各國来推銷武器？所以說我覺得這場是軍事上的一場大秀了哈。除了說是在政治上面啊，對中國劍指中國產生威懾的力量，第2個就是代表說是以美國為首，在環太平洋大家都願意配合美國來遂行一場聯合打外星人的戰鬥。第3個就是我覺得也有武器銷售的意味在裡面，因為趁這個機會把各種新型的武器，包括無人機啊、無人艦啊擺出來哈，可能各國利用機會都來了，大家來看看，利用這機會做武器的銷售。我想整個環太演習大概不外這3個目的而已。那你真的能夠達到戰術上的演練，我覺得那倒是其次的。是。好，我們延續這個李亮君的說辭啊，環太演習這次見的中國非常的明確。當然，在這個演習正式登場前，解放軍當然也了解，也早就動起來了。前段時間我們看到遼寧號航母編隊呢，在這個南海跟西太平洋的海空域哦，也先進行了預警的這個預測啦，岸海的聯合作戰，還有艦載機的飛行、制空、防空、對海打擊等等一系列的操演科目。在完成40多天的遠海實戰化訓練之後呢，編隊才返回到這個青島的母港，然後來到6月底了，看到美軍帶了這麼多小弟，帶了這麼多盟友盟軍又來示威了。那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張小剛他怎麼說呢？他說，解放軍始終對這一切的動態保持高度的戒備。好，岳老師怎麼解讀現在2大勢力軍事強權現在又在西太平洋繼續的角逐較勁，然後還是一個場面嗎？美國拉着一大堆小夥伴，然後來霸凌中國。我雖然不是軍事專家啊，但是呢，我從這個邏輯上來分析啊，這裡的話呢，這個海軍作戰呢是重質不重量啊，連人多不管用啊，這個是首先第一個的話呢，大家要搞清楚啊，這個雖然針對的是4萬噸級，講的是遼寧艦。那大陸另外還有這個山東艦，還有福建艦啊，就是遠不止於此啊。所以說呢，這個演習歸演習啊，那麼作秀的意味其實是蠻強的啊。那第2點的話呢，就是說呢，大家也可以了解，除了質量之間的一個差距的話，團結未必代表力量大。我們那個張將軍剛剛講的。那個就是雜七雜八混合在一起，美軍再強的話，也是需要你支援的時候，大家可以了解到，你作戰整個系統是強調統一為主啊。你一翻中國的歷史啊，這個郡縣制跟分封制就不一樣啊，分封制就不可以不聽你的，郡縣制就要聽你的，軍隊就這個道理，對不對？這是第2個非常重要的重點。第3點，我真的感覺到啊，光宗耀祖，與有榮焉吶，就是一國單挑31國啊，其實講起來就是中美2國的互挑，對不對？這個實際上情況呢，可以大家
這個針對這裡面的實際情況下做一個看法。這個大陸所表現出來的是老神在在，因為你是針對它裡面這個航空母艦當中啊，我們都知道遼寧艦就是這個瓦良格號裡面改裝而成的，原則上來講的話呢，是屬於一個準備型的一個航空母艦嘛。另外還有山東艦啊，還有福建艦啊，還有接下來的這個004啊什麼的等等。那大陸的海軍的實力遠不止於此啊，所以說呢，這個也不是量化的問題。那這個的話呢，也不是說對方的就31國感覺上力量就比較大啊，這也不是聯合國投票的問題，這個票數多沒有用的啊，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實力比拼的問題。如果美國真的有這個實力，不會拉着這群小兄弟，包含菲律賓在內啊，什麼智利都跑來了，這個用處其實不大。那大陸本身心裡很明白，所以這老神在在的話呢，你看這邊有提到了福建艦啊，然後又提到了這個遼寧艦啊什麼的，就是回到了母港青島，這裡面就說明了一切。大陸基本上是對於這種環太平洋的聯合軍演根本就沒有在意的。了解。好，我們待會回來還有更多的軍事相關討論。觀眾朋友們，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！因應呢美中、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，你看到的是新聞，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。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，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，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、歷史脈絡拆解、局勢推演邏輯。同時解鎖會員勳章、優先互動權、問題解析、幕後花絮，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。點擊下方的加入鍵，一起成為戰友吧！我們會員頻道見。